在服化道上，这次的西装 look 也让很多人梦回出道曲 Tiptoes。你都失恋了，外面晴空万里，鸟语花香，是不是故意不给面子？如果刚好有一场雨，这还是1个月前在我面前憨笑的他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XG Reaction 做到崩溃的安室百科。出道每一首发行作品都出 MV， 这你受得了吗？3年一共19支 MV 了，这是什么待遇啊？都说他们公司是用头搞作品，用脚做营销。那么到底是该多花钱砸作品呢，还是怼营销上热点各种破圈？亦或是在两者之间找点平衡？不知道你怎么看？请在评论区或者弹幕留下你的看法。趁科谢拉开始之前呢 ，XG 也是把迷你2专的第5支 MV 端上来了。这出品量让人有点担心是否能够维持水准啊。我们先来看看 MV。开始的光线昏暗到只能依稀看出像是西装店一样的场景。雷声掩映中，失真键盘的复古听感和茱莉亚很有故事感的吟唱处理呢，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小纯的出场很有舞台上幕布拉开眼前一亮的感觉啊！灯光聚焦在前景的茱莉亚时，可以看到后景的门被Chisa打开啊！这就是配合唱段角色依次登场的音乐句式亮相。而在视觉上衔接过渡的道具就是编舞中特别强调的伞了。这里选用的黑伞从色彩到大小分量的选择上也都是有讲究的，大概率是为了匹配阴郁和沉重的氛围。这个等看完了再一并分析。Baby, it's so evident. Boy, why are you stuttering? Bama, do still running in? Goodbye. 这句 goodbye 后接力式的和声，匹配上了后景中伴随闪电若隐若现的人影，这种视觉节奏的处理就很有歌舞电影的感觉啊。主令的出场是我唯一有疑问的地方。放慢速度调亮视频，我也并未发现他是如何进入这个场景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之前他就在场景中，藏在镜头覆盖不到的右侧。同时有个小发现啊，慢镜这里可以看到右侧的门一开一关，有人闪身出去了，好像是浅色系的衣服。所以说这个 MV 真的很像舞台剧的处理方式啊，镜头之中和镜头之外都有戏。主令这个造型有种西装店主人的既视感，配合他之前就在场景之中的推断，倒也蛮合理的。黑娜塔西装外套胸前的手帕是蓝色的，正好是她的应援色。这里看到黑娜塔之后，就是换了西装的茱莉亚再次出现。我倒回去看一下啊，茱莉亚的风衣其实就套在西装外面，也就是说刚才出门的实际上就是茱莉亚了，这是为了一镜到底特意编排的。细想一下呢，黑娜塔撑开伞这里是很适合作为一镜到底的视觉欺骗的。副歌切全景这里就是一镜到底的宗旨了，这个摇摆运镜就很妙啊，把人在感情中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情绪给具象化了。这支 MV 致敬雨中曲已经是摆在明面上的事了啊，倒不用多说。英文维基上说雨中曲的上映时间是1952年的4月11日，而这支 MV 的推出时间也是4月11日。至于是策划团队的有意为之还是巧合，大家自行去判断吧，省得说我是刻意神话。整体场景配合服装在视觉的英伦感塑造上，让我联想到了王牌特工 Kingsman 用来掩人耳目的西装裁缝店，优雅、简洁、精致。我最喜欢这首歌的部分之一就是副歌的后段，旋律线的写作深得我心啊。Coco 低沉的声线完美配合了低落情绪的收束，他的这个妆造我也很喜欢，干练帅气，大约就是上个世纪20年代左右的经典街头形象，各种影视作品里也是很常见了啊。最近比较火的就是浴血黑帮了。
副歌结束后的场景切换也是通过雨伞这个道具实现的，更加凸显了它的符号性意义。雨伞既是雨天意象的视觉道具，更是歌曲或者说 MV 角色在情感困境中的一种庇护。卓琳的唱段很好的利用了她的声音特质展现了一种面对感情的脆弱和破碎感，用一种轻盈的方式表达了苦中作乐的自我安慰。人在面对失去的感情时，往往需要周遭环境所谓命运式的呼应。你都失恋了，外面晴空万里，鸟语花香，是不是故意不给面子？如果刚好有一场雨，那么就是老天都在为我哭泣。开个玩笑这时的一场雨就是你内心情绪的外在显现。你恨它冰冷清醒，也爱它淋漓尽致。第二段副歌逐渐点亮的光影处理，就是这段影像的视觉母题了。地面上的水迹通过光线折射在墙面上的光影流转，就是藏在你心中愁肠百结的水波荡漾。很多年前我看到过一种类似这种情绪的描述，大意是这时我仿佛听到了，心中响起了如同在摇晃间敲打玻璃屏蔽的水声，就还蛮形象的。镜头的横移体现了歌曲情绪的变换。Harvey 和 Maya 的说唱部分表现出一种虽然思绪混乱，但仍试图坚强摆脱一切的尝试。Vocalland 三人成型更是将光影之美发挥到了极致我在这里有一个小的过度解读，配合再见这句歌词，这里的置景道具好像是美发店的镜子和座椅，是不是有一种改头换面向过去说再见的意象？进入第二段副歌就是情绪释放的阶段了，用编舞里猛然打开自己心扉的动作进行转场，堪称节奏大师场景从室内切换到了室外，下在心中的雨终究是躲不过的，既然躲不过，倒不如痛痛快快的直面这种洗礼。在歌声中，茱莉亚的和声在进入副歌前就进行了铺垫，做情绪爆发的预推进，直至副歌极具穿透力的将歌曲段落推向高潮。从舞蹈的动作处理上更加大开大合，表现情绪的释放。室外这个场景特别有吸血鬼类电影的阴郁神秘的审美质感。黑酱这段演出很有张力，把在雨中的狼狈和心中不甘的痛苦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甚至让我有点恍惚这还是1个月前在我面前憨笑的他吗？反差感拉满。下面这段节奏感极强但又点到为止的人声推进是本首歌中的华彩部分。我之前做年度点评的时候就说过，听歌的时候人声就仿佛雨点般一次次击打着你，拿起放下，再次拿起又再次放下。在视觉上呢，用像闪电划破夜空的方式配合左右摇摆的运镜，在群像和个体间进行剪辑处理就很写意，堪称神来之笔。小春这个扫堂腿一个字帅。严肃点说这个干净利落的结尾把 MV 的整体氛围带到了另一个维度，情绪戛然而止，但哀而不伤，终归还是洒脱的面对。接下来还是来谈一下整体感受首先来说一下音乐本身。这首歌的制作班底基本上就是 Winter Without You 的原班人马。这首歌的旋律线条简洁优美，并通过丰富的和声编排将这个团体层次鲜明的人声优势放大呈现。在节奏律动上也具有 XG 作品的鲜明特征。很妙的是，即便是在一首抒情曲中，他们的 rap 也从来不让人感觉突兀，而是让歌曲更富变化性。
编曲方面也是恰如其分地营造出独特的复古音乐氛围，以细腻的吉他和键盘伴奏作为背景铺垫，同时融入了雨声、雷声等音效，与歌曲的主题相呼应，营造的场景感让人沉浸在歌曲所表达的情感之中，在听感上总有一种意犹未尽之感。然后来聊聊它的视觉，这支 MV 放在 XG 作品体系中，应该算是 CGI 等视效用的最少的那一档，所以会有人觉得这支 MV 成本应该不高。但其实这种以实景为主体的制作，它在置景、服化道和调度方面的花费绝对也不低。但其实费用高低本来就与你我无关，作为观看者以结果收获即可。其实在之前没有看预告时也知道这支 MV 大概应该是冷色为主的暗调调色，但它的光影处理完全打破了我的预期。雷电交加我可以想到，但用波光粼粼的意象来体现内心的波动真的有惊艳到我。在第二幕场景中，这种光影制造的美感有一种疗愈作用，它把歌曲表意中雨水既是痛苦的载体，也是自我救赎的媒介这种意象做了很有创意的诠释，在美学上也为 XG 贡献了不同于以往的风貌。在服化道上，这次的西装 look 也让很多人梦回出道曲 Tiptoes， 但不同的是，本次成员的西装更加修身干练，并与场景呼应，具有浓浓的上世纪初的年代特征。看到 Tiptoes 的西装，我脑中出现的关键词是酷飒，这次的西装让我想到的关键词是华丽优雅。而本次编舞的核心道具雨伞就承载了更多的表意作用，拿起伞是希望寻求保护，远离痛苦，放下伞是选择直面痛苦，与自己和解。同时导演还很巧妙地利用了雨伞的遮蔽作用进行了转场设计，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浪费这一高出镜率的道具。再来谈谈成员表现，这支 MV 依然没有什么明确的叙事线，而是以情绪的流动为主，把表达的重心部分全交给了 XG 成员。所以我之前看的时候用到了一个词，就是写意。他们对于歌曲本身的理解，通过舞蹈和情绪的变化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你会发现在这支作品中，他们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情感样貌。XG 的演绎表达在并非成人童话的世界观里进行了新的探索。很高兴的是，即便是这种复杂的情绪变化，他们依然能完美消化，毫不勉强。我在他们身上从未有过用力过猛的感受，放在当下的女团里实属难能可贵。这里我并没有指摘具体其他哪一个团队啊。跟以往做 reaction 不同，面对这首歌我还蛮淡然的。历经了8年的时光，无论外面下不下雨，也无论是否有伞保护，七小狼在这支 MV 中尾端的表现，就是他们坚强内核的真实写照。对此我毫不怀疑。在终于完成了迷你2专的高规格交付后， XG 也可以心无旁骛地去享受科切拉的舞台了。所以今天的视频最后我就不强行升华了，赶紧收尾才是真的。感谢大家的观看，点赞关注，不要错过更多精彩内容。